厨房下水道总反胃，两样东西来帮忙，工具简单易得，厨房从此干干净净没有异味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美食菜味。厨房下水道使用时间久了，不管是阴天下雨还是晴天的时候，总会有一股子浓浓的味道，臭臭的很是难闻。相信很多朋友呢也是很想解决掉这个问题，毕竟呢是一个烹饪的地方，应该有的是食物的味道。如果说这种难闻的味道太大，那真的是太不卫生了。于是就各种搜索各种反胃神器，可价格不便宜，去味效果呢也实在一般。所以今天特地请教并整理了一些反胃妙招分享给大家，用完下水道立马干净无异味，一起来跟我学习一下吧。首先呢，我们准备一个气球，气球是小朋友们比较喜欢的一种玩具，如果家里面恰巧有气球，那么我们就1分钱都不用花，可以借助气球来挡住这些异味了。这时候呢，我们只需要将气球的顶部吹嘴口这里呢剪去一下茧，这样后续排水的时候呢，它的水流速度呢会更快，而且呢有自封的效果。然后我们将气球底部剪去1/4，那剪裁好呢就是这个样子了。现在我们再来看看下水道底部，洗手池这种需要水管连接的管道，如果它的密封性做得不好，又有缝隙，这些臭味呢就会从下水道的上面进入室内。总的来说，滴漏反异味的原因主要是我们没有及时处理好这些事情，所以今天呢要做的就是密封下水道各个排气口，使它不能有异味反上来，只能往下走。现在我们把处理过的气球大头的一面呢套在下水道口这里，因为气球呢是有弹性的，所以这个口子我们不用剪得太大了，这样密封性呢才能更好。然后呢用胶带固定住，担心不牢固的朋友呢可以多绕2圈，或者我们可以用胶水粘在管道口，这样的话呢它就会更加牢固。那么这会儿呢它也就处理好了第一步了。它的作用呢可是很神奇的哦，这样可以有效的阻挡异味，而且呢也不会影响滴漏的排水。我们来测试一下看看。好，我们现在放水，大家注意看这个排水管的效果怎么样。我们用水管正常放水的时候呢，水流呢还是很顺畅的流出来了，注意看哦。我们关水，当我们停止倒水的时候，气球下面的排水口处就会自动封闭起来，排水口密封了之后，就能够有效的防止臭味散发上来。看到这里，相信大家就已经看明白了吧？这样套气球在排水管的工作原理就是我们看到的一样，相当于装了一个自动闸阀，流水时不影响，当没有水的时候，气球吹嘴闭合，这样呢就不用怕气味再往上走了。这会儿呢，再把排水管放回来原来的位置就好。当然，如果你的下水道排水口和我这个一样，有一个很大的空隙，那么我们还需要多加一步的处理方法。比较一下大概的位置，标记拐角处。然后呢，我们需要准备一个塑料袋，用家里的保鲜袋呢就可以。我们把塑料袋呢折叠起来。有手环的话，我们先把手环剪掉，然后将塑料袋的底部剪掉，像这样将塑料袋剪通就可以了。然后将下水管道呢拔出来，将剪好的塑料袋直接套在管子上，套到拐角处，用一个皮筋固定住塑料袋就可以了。然后呢，再往上套一根胶带，待会儿有用。这会儿把排水管呢放回原来的位置，然后呢，把塑料袋上半部分往下套回来，套住这根大的排水管。
再用皮筋固定住。这样反异味装置就设置好啦，更加有效的防止臭味涌上来，水流还是可以正常的排出去。如果你家里的厨房里面经常会有臭味散发出来，就可以利用塑料袋再加自制防臭装置，方法简单又实用。还有天气炎热的时候，卫生间里面的下水道也很容易会出现反胃的情况。我们可以把地漏翻起来，就可以看到地漏里面的水呢都是黑乎乎的。由于地漏里面有积水，是蚊虫滋生的有利条件，蚊子将虫卵往水管里面排，大概10来天的时间呢就能够孵化出来成虫，成虫呢就会顺着地漏口飞出，上来污染生活用品、食品卫生环境。因此我们靠近地漏时就能够闻到一阵一阵的臭味，时不时的还会有些虫子飞出来，这样整个卫生间里面呢都会有一股臭味，从而会影响到室内的空气质量。如果卧室里面装有卫生间，那么这种臭味就会蔓延到整个房间里面，特别是出差2天，空2天回来后更是臭气熏天。面对这种情况，我们同样可以用气球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。我们拿把剪刀过来，同样的方法剪到2端，用剪刀把气球的底部剪出一个口子，用来固定住地漏盖。接着我们把地漏盖拿过来，把气球套进去，把小尾巴呢固定在地漏盖的下方，这样一个很简单的防臭地漏就制作好了。这里大家需要注意一点，我们选用的气球最好是新的气球，没有被吹过气的，这样密封性呢会更好。如果气球被吹过了气，那么就会比较松弛，会影响到密封效果。现在装好后，我们在卫生间里面排水的时候，水流呢还是能够正常的流下去，流速呢也不慢哦。如果家里面下水道口比较多，我们就可以利用气球多做几个这种防臭地漏。制作的方法呢也非常的简单，成本也很低，防臭的效果呢还是比较不错的。我们把自制的防臭地漏安装回去，这样既不影响卫生间里面的排水，而且呢还可以防止下水道里面的异味散发出来。即使下水道里面有一些小虫子，它们想飞呢也飞不上来。像平时我们每隔1个月更换一次气球就可以了。关于如何防止下水道反胃的问题，现在都了解清楚了吧？我们就可以用一个气球来轻松的解决烦恼。如果家里的下水道经常会有一些异味散发出来，不要着急，也不要花钱去买防臭地漏，试试这个方法吧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你那里有更好的建议，欢迎评论区留言，随心进行分享。同时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点赞转发，使更多的人能够关注到这些实时动态。语言方便，语气方便，期待和您再度相逢，一同探寻更多的社会真相。我是瑶瑶，那么我们下期再见。